自从婆婆搬来跟我们一起住，就整天找我的不痛快。我忍无可忍，躲去娘家，她又跟了来，死皮赖脸住着不肯走。我想了个办法，让她气急败坏，主动离开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医生，给我打止痛针吧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早上在家毫无征兆破了羊水，痛得我一身冷汗。我从小体质不好，怀孕时孕吐反应比一般人严重，听说止痛针效果好，我让医生给我打一针，不至于生产太痛。婆婆白了我一眼，打什么止痛针啊？你这毒妇要害死我孙子啊！医生，你千万别听他的。我耐心解释，妈，现在医学可发达了，止痛针没有副作用的，你不用担心。婆婆哼了一声，你懂个屁呀！以前我生我儿子的时候没有止痛针，还不是这么过来了，不然你能找到我儿子这么好的老公吗？我痛得紧咬住嘴唇，他絮絮叨叨个不停，嚼得唾沫横飞。还止痛针呢？你咋那么金贵啊？一针这么多钱，我儿子赚钱很容易是吧？你敢打试试？我老公王接阳在旁边附和，你就别唧唧歪歪了，听咱妈的准没错。肚子越发痛起来，就要忍不住了，我只好先生产。我胎大难产，生了一天一夜，差点痛死过去，终于生了个女儿。一睁眼，婆婆趴在我脸上，爬满皱纹的老脸凑得极近，我吓了一大跳。女人生完孩子就不值钱了，特别是你还生了个没用的赔钱货，真是上辈子造孽。女儿因为生了太久，差点胎死腹中，医院下了3张病危通知书，我整日以泪洗面。婆婆打来电话，冷嘲热讽，不值钱的女儿死了就死了，整天哭哭啼啼的，我们家的福气都被你哭没了。女儿抢救了回来，我心里悬着的石头这才放下，沉沉睡去。因为担心女儿的安危，我很久没睡安稳觉了。醒来时准备去看看女儿，刚迈进病房，就看见一个久违的身影。从我生产后，婆婆就当上了甩手掌柜，从来没到医院来看过我和孩子，一直是我爸妈在照顾。今天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婆婆从兜里抓出一把花生，搓掉外皮嚼了嚼，吐进我女儿嘴里。妈，你干什么呢？女儿才出生没几天，哪能吃得了这东西？瞬间呼吸急促，胀得小脸通红，嘴直往外流口水，哇哇大哭。我连忙叫来医生，女儿进了急救室。我等得心急如焚，婆婆盘着胳膊，满不在乎，这点小事也要大惊小怪。祸害生了个小祸害，要是她懂事，就趁此机会死了算了，免得拖累我们家，耽误我们家延续香火。婆婆朝着急救室呸了一口，恶毒的诅咒一刻不停。医生从手术室走出来，孩子暂时没什么事，呼吸已经平稳了，下次一定得当心点。这么小的孩子很容易噎死的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吓人啊？我看他命硬得很，这不没死成了吗？妈，你怎么这么心狠？王接阳拉住我，好了，玲玲，女儿这不是没事吧？你就别跟妈一般见识了呀。因为是女儿，她不肯照顾我坐月子，我爸妈轮流照顾我，累得病倒了。婆婆得知后说，城里人就是娇贵啊，这就病倒了，还得多干点活强身健体才行。我不忍心，把爸妈送回了家养病。他们回家后没几天，我因为毒奶发烧了，烧得头昏脑胀，意识模糊，感觉自己是煮熟的红虾子。婆婆带来了一群老姐妹到家里聚会聊天，一个个七嘴八舌，吵得我不得安宁。她踹开我的房门，大力摇晃着我的肩膀，你就这么瞌睡吗？没看见我的姐妹们都来了，给我起来泡茶去，我烧迷糊了。
睁不开眼。婆婆拿起一旁的杯子泼了我一脸水，还给我睡，我让你睡。我被闹得没办法，起身泡了一壶茶，给她的姐妹一个个倒上。婆婆一脸嫌弃，用下巴对着我，知道我们家为什么不找独生女吗？瞧见没，独生女都自私得很呐。家里来了客人，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还要人请才出来。其中一个撇了撇嘴，啧，真是不得了啊！要在我家这种人要给打死。你还是心太软。我找出发烧药吃下去，才稍微好些，逐渐睡着没了意识。第二天我起了一大早，准备去超市买菜。一向懒得插手的婆婆非要跟上一起。超市里摆放着新鲜的排骨，看着成色很好。我刚拿起一块，婆婆用力拍打我的手：“你节约点行不行？看见什么都要吃，你咋那么馋呢？看看这多贵啊！”我们来到水果区，我摸了一下桃子，婆婆立马开口：“吃什么桃子啊？什么家庭啊？吃饱饭不就行了？这么奢侈，你想干什么呀你？”我无语至极。最终我们就买了点便宜的打折小菜。我付完钱，提着菜往前走，婆婆空着手悠哉跟在后面。路过防盗门时，感应器响起巨大的警报声，整个超市都听得见。保安立马拦住了我们俩，我还在蒙圈。他们从婆婆身上搜出了一包盐和一盒糖果，还有3两包小零嘴。老人家，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，非要偷东西？婆婆坐在地上撒泼打滚，苍天啊，大地呀，真是没有天理！我老太婆今天被人搜身了，我不干净了，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！众人都被她吸引了目光，一个个朝这边看过来，围了一大圈凑热闹的人。超市的人看她这样，准备报警，我连忙拦住他们，赔偿了婆婆偷的那些东西，还额外给了不少钱，事情才得以解决。不仅没买到什么东西，还倒贴进去不少。回到家后，我没好气道：“妈，咱们家又不是买不起那些东西，你干嘛非得偷啊？还白赔了那么多钱。”婆婆揪着我的耳朵：“你还好意思说？要是你这蠢货知道给我打掩护，我也不至于被他们发现。老公，你快劝劝妈呀！”王接阳挥了挥手：“妈就是一时糊涂，还不是你饿着她了？你多给她买点吃的喝的不就行了？”我无奈，没再说下去。请什么月嫂啊，就会浪费钱，有他妈还不够啊！这小王八蛋哪儿需要那么多人照顾啊？婆婆把月嫂的衣服等东西都一股脑地朝外丢。月嫂看了我一眼，说自己干不下去，明天就不来了。这已经是她气走的第3个月嫂了，我只好自己照顾女儿。一天晚上，我刚睡下，就听见女儿大哭起来。我抱着她哄了半天也不见停，哭声越来越大。王接阳也手足无措。这时婆婆走过来，自告奋勇：“小王八蛋，大半夜吵得人睡不着觉，让我看看。”我以为她更有经验，就把孩子给她抱着。婆婆抱着孩子放在床上，伸手披散开头发，扫着我女儿的全身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神啊鬼的说得天花乱坠。女儿哭得更凶了，最后还是送到医院才好。后来女儿稍微大了点，变成了母乳和奶粉换着吃。为了女儿的健康，我们买的都是比较好的品牌，一罐奶粉就要900多。婆婆偷偷拿去喝了几次，因为冲泡方法不对，直拉肚子，一天跑了好几趟厕所。婆婆捂着肚子大骂：“你这死女人，买的什么奶粉啊？拉得我肠子都要出来了。”我在一旁幸灾乐祸：“妈，这奶粉看来你是无福消受了，福气压不住这柜奶粉，受不住好东西，能有什么办法？”她冲过来想打我，但肚子又疼起来，只好进去继续蹲厕所去了。母乳我通常都会放在冰箱里保鲜，然后再喂给女儿。
有时候母乳太多吃不完，我会送给其他怀孕的朋友。她提着水果补品上门感谢我。婆婆看见别人提了东西，喜笑颜开，连忙接过去，生怕别人反悔拿回去似的。玲玲，多亏了你给的母乳，我孩子现在半夜都不哭了。他之前挑剔吃不了奶粉，可把我愁死了。我家月嫂也夸那个营养好呢。婆婆在旁边竖着耳朵听，那你还不知道多感谢感谢我们家，就带这么点东西，打发叫花子呢。我跟朋友对视一眼，他知道我婆婆的德行，心下了然，没出声，坐了一会就走了。晚上我起夜出来上厕所，看见婆婆鬼鬼祟祟地打开冰箱门，在里面翻找着什么东西。她拿起一个瓶子，左看看右瞧瞧，瞅了好半天，才打开往嘴里倒去。我睡眼惺忪，揉了揉眼睛才看清，她竟然在喝我的母乳。妈，你怎么能喝这个呀？婆婆看到我，吓得一激灵，你这死女人，半夜出来干什么？吓我一跳。妈，你这才刚拉完肚子，还是少碰这些吧。她撇了撇嘴，你朋友不是说你母乳好，给我喝喝补补身体怎么了？你这么大反应干什么？一惊一乍的。我抢过他手里的奶瓶，说不定你喝了我的母乳，拉肚子拉得更厉害呢，到时候我可担当不起。他听不出好赖话，拿起冰箱里另一瓶母乳继续喝。那不会，那不会，这肯定有点作用，你就想藏着掖着，小气巴拉的，以为我不知道你呀？我好言好语跟他解释，妈，真不是，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，你还是老老实实喝水吧，别碰那些七七八八的了。婆婆板着脸面露凶光，我都说了我只喝几口，你生怕我把这些全喝完了是吧？你心眼咋那么毒呢？我都成那样了，你让我喝几口还能饿死你那小王八蛋呢？我俩一顿拉扯，婆婆甩开我，拿出母乳一瓶瓶摔在地上，很快母乳就被她全摔了个干净，地上全是洒落的白色母乳，我留给女儿的现在全都一干二净了。我再也忍不住指责道，妈，你孙女还得喝呢，现在这些全都没了，你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就算了，我女儿她还那么小，之前你就差点害死她，现在你还想这么做吗？老公王接阳也被吵醒走了出来，你们两个又在吵什么呢？天天吵来吵去也不嫌烦，这次又是怎么了？灯没打开，他没注意，一脚踩在母乳上，摔了个脸着地。我扶起他时，他已是怒不可遏，这地上搞的什么东西呀？乱七八糟的。婆婆叉着腰，你那小气巴拉的老婆，我喝她几口母乳跟要了她的命似的，你当时怎么想着娶她的？真是祸害。王接阳紧皱眉头，你怎么回事？妈本来最近就身体不舒服，你还惹她生气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以为生了个孩子就高枕无忧了是吗？婆婆在一旁怂恿，就是啊儿子，你是不知道，你不在的时候她是怎么对我的，这不让吃那不让喝，嫌弃我是个老太婆，死命挤兑我呀。说着说着还用手擦了几下不存在的眼泪。王接阳听后睁大了眼，什么？还有这回事？许若灵，我每天在家拼命赚钱养家，你就这么虐待我妈？你对得起我妈你？我拼命摇头，老公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虐待妈？我只是怕妈不忌口，对身体不好而已。她能吃得了多少东西啊？我哪有那么小气？婆婆冷笑一声，装模作样。王接阳揉了揉太阳穴，都别吵了，睡觉睡觉。昨晚上折腾太久，受了寒，我有些感冒，鼻子还堵了，咳嗽个不停。我让王接阳把女儿搬去了小房间，免得传染到她。她还小，免疫力不好，这几天我都尽量不跟女儿接触。
换尿布什么的都是让王接阳代劳。婆婆看不惯了，哎呦，真是会做样子，感个冒就使唤上我儿子了，还说的那么好听，怕传染给那小王八蛋。我看你就是想偷懒，挺会找理由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刚张口猛烈咳嗽起来，婆婆立刻捂着鼻子躲了老远。你自己病了就算了，可别出来害人，到时候传染给我了。我呛她一句，妈不是说我是做样子，那你还这么怕干什么？婆婆吃了瘪，转身走了。喝了感冒药，有些困意，闭上眼没多久就睡着了。突然感到一丝寒意，房间的窗户不知道被谁打开了，嗖嗖刮着冷风。我打了个喷嚏。王接阳今天忙工作还没回来，我戴上口罩去小房间给女儿喂奶。女儿脸色苍白，虚弱的连咳嗽都没什么声响。我摸了一下她的额头，有点发烧了。我四下看了一眼，女儿房间的窗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开了，窗帘被风吹得乱摆。我气愤不已，到底是谁把窗户都打开的？婆婆嗑着瓜子，一脸无所谓。是我，怎么了？不开窗通风，跟你一起病死在这里啊！我勃然大怒，吼道：我女儿都发烧了，这么冷的天你开窗通什么风？女儿送到了医院，医生说再晚一点来就烧成了肺炎。王接阳下了班赶过来，我看他一眼，王接阳，我要回娘家待一段时间。王接阳愣了，你要回娘家？你回家了，那妈和女儿谁来照顾？我闭了闭眼，我带女儿一起回，你不要拦我，再跟她待下去，我和女儿迟早出事。婆婆跳了脚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意思是我谋害你们母女喽？真是破天的屎盆子啊！儿子，你别听他的。我回家简单收拾好行李，就带着女儿回了娘家。一到家就趴在我妈膝上哭诉，我妈心疼得直叹气。本以为能消停几天，谁知道婆婆也跟了过来。她提着一大堆行李，敲响了我们家的门。一进门就四处打量，亲家公亲家母，你们这地方真是比不上我儿子呢。还是我们那环境好，要不说你们家女儿高攀呢。我冷哼一声，是吗？既然我们家那么不好，那你跟着我一起来干什么？婆婆愤愤不平，你以为我稀罕来呀？还不是我儿子工作太忙，照顾不到我，我不得自己找地方落脚。我爸妈看她毕竟是我婆婆，还是得顾全礼数，好吃好喝，大鱼大肉招待她。我妈下厨做了一大桌子菜，色香味俱全。亲家，你做主位吧。婆婆毫不客气坐下，吞了吞口水，也不等我们，自顾自吃了起来。她吃相不好，狼吞虎咽的，跟饿了8辈子一样。不一会，将菜就一扫而光。婆婆嘬了嘬筷子，意犹未尽。你们这菜也太少了，不仅不好吃，还不舍得，跟你们女儿一样，小家子气。啧。我爸妈对望一眼，沉默不语。天下还有这么厚脸皮的人，今天真是开了眼了。婆婆看没人接她的话，尴尬地清清嗓子，不过看在你们还有些诚意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们多计较了。我妈给她倒上一杯热茶，亲家，这是今年的新茶，你尝尝，正好饭后去油腻。婆婆斜眼看去，一双小眼睛闪着金光。我爸爱喝茶，是个行家，故而家里的茶都是上好的精品，有的市面上买都买不到，都是那些茶友送给我爸的。这次真是把压箱底的宝贝茶都拿出来了。我明白他们的一番苦心，是为了让婆婆不再那么为难我，但她显然不领情。婆婆夺过来喝了一大口，烫得她大叫起来，茶水全泼了。你们这是害死我不成，要烫死我是吧？我抿嘴笑道，我妈是让你尝一口，谁知道你是怎么喝茶的呀？我妈重新给她倒了一杯，这次她长了教训，吹了半天才敢下口。
婆婆抿了一口，呸的吐出来，呸呸呸，什么新茶呀，一点都不好喝，苦得要死。这茶金贵着呢，外面买都买不到。我看是你自己不会喝吧？我皱眉可惜道，平时我爸自己都舍不得喝，看他这样糟蹋茶，更是气得不行。他听了这话，眼睛滴溜溜地转，这么稀罕呢？那你还藏着掖着，不知道给我儿子尝尝，赶明都给了我吧，我带回去给他。我爸忍痛割爱，答应下来，是，这没问题。我们还是没有亲家，你想得周到。其实有好茶，我爸也没少给王接阳，只是他不知道而已。婆婆不见好就收，反而得寸进尺，指了指客厅里的一颗玉白菜，眼里露出贪婪的目光。这个我看着放你们家也是挡地方，不如也一起给我拿回去吧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你干脆把我们家全搬空，就留个地基给我们得了。婆婆拍着手，喜笑颜开，那感情好啊，真是个好主意。就是我有点拿不下，这得分好几次拿才行。她瞄着屋内各处，真把我的话当了真。饭后她说她要出去散步，留下一堆残渣给我们收拾。我帮着我爸妈洗碗拖地，忙活了半晌，累得一身汗。刚坐下歇歇，隔壁王姨找上了门。玲玲，这人把我好不容易养开的昙花给摘了。我以为是哪个不长眼的小偷溜进了我们家，谁知道他说他是你婆婆。真的假的？王姨鄙夷地看着婆婆，满脸怀疑。我们家住在郊外的别墅区，周围都是单门独户的院子，有的会在门口养花草之类的。王姨没什么别的爱好，就喜欢养花，尤其钟爱门口那棵昙花，看得比自己还重，每天都细心呵护，等待着有一日昙花一现。我们两家关系好，再加上他家的花种类多又好看，从小我就爱到他家玩。我喜欢哪朵花，他都会送给我。我知道昙花对王姨的重要性，心里愧疚难当。对不起王姨，她确实是我婆婆。我低下头不敢看她。王姨惊讶地瞪大了眼，玲玲，你怎么会嫁给这样的人家？惊讶之余还带着关切。婆婆把手里的昙花随意丢到地上，讥笑道，我还以为是什么稀罕东西，一朵花而已，也值得你们这些人在这里兴师动众。要不说你们没见过世面呢。我骂道，妈，你还嫌不够乱吗？这花值多少钱你知道吗？把你儿子那房子卖了才勉强够赔。婆婆惊愕地张了张嘴，脸上的笑僵住了，心虚地躲进了门。我捡起地上的昙花，对不起王姨，是我没有看好她。我婆婆就是这样的人，不闹得鸡飞狗跳，不能罢休。你放心，这昙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救活，不用我说太多，她也能明白是怎么回事。王姨满脸担忧，拍拍我的手说，玲玲，受了委屈就回来，我跟你爸妈永远是你的靠山。我眼含热泪点头，送走了她。后面托人找了很久的门道，才终于救活那棵昙花。婆婆万分不屑，为一朵花忙前忙后的，我一个大活人在这也没见你们有多重视。女儿头发长长了些，我们准备带她去理个发。婆婆一下冲出来拦住了我们，哎哎哎，都给我站住！谁让你们今天给她理发了？黄历上说了，今天不宜理发，这么做会影响我们家运气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无奈道，妈，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信这个？哪有那么多讲究啊？你孙女头发长的都扎眼睛了，必须得修了。婆婆丝毫不听，挡在门口一步不挪。你这是大逆不道，得罪了老天爷还不自知。她犟嘴下来，你吃得消吗你？我不想理她，抱着女儿要出去。婆婆看我不为所动，急了眼，又是推我又是掰我的手。我怕伤着女儿不肯松手，她没得逞，气急败坏，扣掉我好大层皮，
手上布满了他的指甲印。我妈赶紧从我手里接过孩子，我爸拿来医药箱给我的伤口消毒，我们这才出了门。理发师剪完女儿的头发，婆婆闻风而来，看见已经阻止不了，坐在理发店里不起来，一边捶着理发店的地板，一边嘴里大声哭喊：老天爷呀，你长长眼，怎么让我娶了这么一个不懂事的毒妇回来？他开罪了您可不能怪到我头上啊！有没有人来评评理呀？老天爷呀，真是家门不幸。我们家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他这一闹，周围人都知道了，整得我们许久都抬不起头。天气热了起来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女儿的嘴里生了疮，为什么？吐什么？圆圆的小脸饿瘦了不少，涂了药却一直不见好。直到有天我看到婆婆往女儿嘴里吐着口水，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气得直哆嗦，质问他妈。我说：女儿嘴里怎么成了这样？原来是你暗中搞鬼，她是你亲孙女呀，你为什么要这么狠？婆婆走过来，一口唾沫星子吐在我脸上。丑人多作怪，母女俩都是矫情货，我这叫替天行道。我怒火滔天，扬起手要打他，他扯起嗓子大喊：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儿媳妇打婆婆了，有没有人管管啊？我妈走出来问我：怎么了玲玲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气成这样？她一直往你外孙女嘴里吐口水，我就说怎么抹了药还一直不好。我妈气得站不稳，我赶紧扶着她坐下，她颤抖着手指指向婆婆，气愤说道：我们一忍再忍，没想到换来的是你变本加厉地欺负我女儿和我外孙女。你走，我们家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婆婆闻言大惊失色：我不走，你休想赶我走！我告诉你，你敢赶我走，我就让我儿子跟你女儿离婚。你不想你外孙女这么小就没有爸爸吧？离婚就离婚，我女儿就算离婚了，我们家也照样养得起他们母女俩。妈，你冷静冷静，就算我可以接受，可我怕你外孙女她接受不了啊。为了我，你就再忍忍吧。我妈长长叹了口气：苦了你了，玲玲，这件事就这么做罢了，算你们识相。婆婆得意洋洋，转头跑到房里呼呼大睡。婆婆在我家住了好几个月，每天都是吃完睡，睡完吃，活像个大爷，还赖着不肯走。不肯走就算了，又特别喜欢闹事。自从她来我们家就没消停过。这几天婆婆总是早出晚归，一脸郁闷，回来后也不吃饭，关上房门，在里面闷不作声。我还以为她改了性子，谁知道她是迷上了赌博，把钱输了个精光。她一无分文，找我拿钱，哪有儿媳妇不孝敬婆婆的？我没钱了，你转点钱来，赶紧的。我先后给了她不少钱，本以为她会稍加收敛，她却掉进了无底洞，给她的钱全都一去不返。后来为了给她戒赌，我不再给她钱，她没了办法，偷拿我爸的金条去卖，偏偏她还不识货，没卖多少钱，做的全是亏本生意。金条以跳楼价给了人家，催债的人找到了家门口，哐哐砸门，还钱，再不还钱，我就烧了你们这栋房子，看你们出不出来。婆婆躲在屋里不敢出来，我打开门，门口墙上用油漆写满了还钱几个大字，刚迈出门就被泼了满身水。她的手下蜂拥而入，拿着棍棒在家里打砸起来，很快就一片狼藉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们这算是怎么回事？我呵斥道。为首的老大看见我顿了顿，惊呼：许小姐，怎么是你？我这才看清他的长相，脸上有着一道长长的刀疤。当初他户口有些问题，是我给他家孩子托关系才上了城里的公立学校，算是他的恩人。他满脸歉意，连忙让手下打砸的人停下。
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许小姐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我真不知道这是你家。你什么时候搬家了？他摸了摸后脑勺，我定了定神，这件事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你要答应帮我办一件事。我打发走了他，一把把婆婆从房里拽出来。你走不走？催债的已经上门了，他们说你再不出去，就派人来砍了你的手脚。婆婆用力挣脱，满脸恐惧，出去就是死路一条。我可不出去。我弯唇一笑，你确定你不走？婆婆还不死心，你休想供出我，你要是不帮我还钱，你们也不能好过，少在这吓唬我。他可是说了不会牵连无辜，我告诉他你的房间在这，马上他就会来砍了你的手和脚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试试，我很乐意观看。婆婆看我一脸认真，慌乱起来，飞快收拾了几样东西就往外走，口里还不停骂道：你这丧门星给我等着，我迟早收拾了你。我心里冷笑，他恐怕没这个机会了。他刚走，我马上给催债的老大打去电话，听说后来催债的人在车上把他堵了个正着，他不仅不求饶，还骂天骂地，惹恼了他们。那群人把他打得全身瘫痪，这辈子都下不了床。他绝望不已，当着王阶阳的面撞了墙。我牵着女儿，在他墓碑前放上一朵菊花。女儿一脸懵懂，问道：妈妈，这是谁呀？我淡淡回答：一个恶人，你不用管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